Hello， 大家好啊！上一期的这个評論區裡啊，就有我的這個老觀眾在問我之前不是考慮想移民嘛？因為清邁這個地方對於年輕人啊，儘管我也是40多歲了，但是還算是有時間再拼一拼吧，是吧？或者是工作上還可以去努力吧，是吧？所以說對於想創業呀，你還是想這個發揮你的這個技術優勢啊，這些朋友們其實不太友好啊。清邁對這種是不太友好的，一來是它的這個政策，就是如果你想開公司，你另外51%的這個股權必須是在泰國人手裡。那大家也知道啊，就是普遍我們這些即使受過教育的這些中國人，可能你英文還行，但是誰從小學過泰語呢？對吧？你泰語說的不好，你怎麼樣跟這個泰國人交流呢？你必須得找到一個你所信任的，而且還能夠跟你用中文或者英文溝通的，然後還願意跟你一起做生意的，這個可以說是難上加難。所以說普遍中國人啊來到這兒，如果想自己開公司，都是不是說特別的合規，就是你要去托人找一個這麼樣一個泰國人，然後呢你給他錢，讓他出一個泰國人51%這個股份的這個名字，可以說是一個假人吧。雖然他是個真人啊，但是實際他不參與到這個公司的投資以及運作當中來，這就涉及到一個問題了。因為有好多的東西，包括資金啊、土地啊，或者是車呀、其他的財產呢、貨物啊，都要由這個公司來去做持有。那麼一旦你的這個虛假的合夥人呢，他對這個東西起了貪念啊，因為怎麼說呢，理論上來講這東西有一半也是他的嘛，然後他再做出一些是吧，想把這個東西據為己有的行為，你就很難辦啊。很多中國人很多外國人在泰國吃的也都是這麼一個大虧。所以呢其實泰國不太歡迎普通人過來賺錢啊，一來是他們對自己的行業保護還是挺厲害的第二是對就業的保護更厲害，好多職業你外國人是做不了的啊。你不要覺得你自己有一技之長，你來這兒就可以就是什麼職業都做了啊，什麼司機啊、服務員呢，甚至是理髮師你都不能做。還有導遊，對，之前就有中國人在做導遊啊、做理髮師啊，就這種工作中就被抓獲了，很多啊，這個根本都不算什麼新鮮事兒。所以我們這種雖然我是做音樂的嘛，可以從內地啊、從北京一直接這個工作，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人走茶肯定會涼啊，更何況你一走了10來年啊，人走茶涼啊，工作越來越少，那是注定的事兒，這個誰都要接受這種結果，尤其是像我這種還不願意就是隔三差五1個月2個月回一趟國去維繫一下關係啊，我不太願意做這個事兒，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注定的結果啊，一定會人走茶涼的。那麼你就需要去考慮你未來，即使你錢夠，你是不是也需要找點事兒做呀，或者是做一個自己能賴以謀生的一個工作呀，對吧？很多這種一般家庭出來的移民都面臨着這個問題。那麼這一次呢，就是我覺得在泰國發生一系列的事兒之後呢，覺得在很多問題上，我覺得還是不太能夠適合我們這種人，尤其是我還很容易因為說話啊招惹到什麼是非啊，這個在泰國的這個法律框架內要求就不太一樣嘛，跟其他國家。所以你既然想沒事想說一說，你也得找一個能讓你張嘴的這個地方啊。所以呢，這個移民我覺得肯定是我們這一批人啊，或者是我倆啊，我和我女朋友一定要考慮的這個問題，而且已經在執行以及相關的這些信息的這種搜集當中了。但是呢，就是讓我們加快這種腳步的這個原因也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我國內的一個朋友前2天來到清邁找我，他帶着他老婆，目的呢是給他的2個孩子啊，在清邁或者新加坡或者是日本找一個學校，然後用这個國家當做一個跳板，當這個孩子啊適應了這個整體的教育環境啊和這種教育模式啊以及語言環境啊，他適應了之後再考慮帶着孩子去其他發達國家去做這個陪讀。那麼我也跟他們聊過啊，無一例外的他們基本也都是對國內的這種教育環境、教育體制以及現在越來越惡化的這麼一種大環境啊，他們都是有一個深深的擔憂，可以這麼講。
當然他們也考察過國內啊，他們身邊的一些城市的一些國際學校。怎麼說呢？他們總結就是，首先第一啊，英文環境一般。我就說清邁吧，可能到这個清邁的一些国際學校，你進了這個學校門是不允許你說自己國家的母語的啊，除非你母語就是英語啊，那就是另說了。你是不允許說什麼中文吶，或者是其他國家的這個語言啊。然後呢，也是很貴。他這兩個孩子加一起也得30-40萬一年吧，人民幣啊，所以他覺得這個性價比可能跟他能獲得到的這個東西啊不成正比，他覺得。而且最重要的是，這個學校只是一座學校，你不是說你一進了學校就到了英國，就到了那個美國，是吧？你的大環境是沒有改變的，所以說你的一切都是在這種大環境的整體的影響下在進行的，意義就不大。他就是找到我看，想做這個。在清邁啊，去看一看能不能念一念啊，讓孩子先適應一下。在我跟他聊天的這個過程中，我就意識到一個問題啊，其實也是好多中國人啊，或者其他國家咱們不了解啊，咱们就說中國人，好多现在的這種所謂有所醒悟的啊，對國內的這些環境啊、教育啊和一些大方向上的一些問題啊，都比較的悲觀的這些朋友啊，還有一定的經濟能力的，他都會想到要不要往外走一走。也就是說，這種中年移民現在是越來越多，之前也不少啊。當然之前的這種中年移民，我覺得都是一些，一是家庭條件可能就比較不錯，二是就這個腦子開化的也比較早，對吧？很早就看到了這個問題的本質，所以就做出了選擇啊。這當然是越早做出選擇越好。年齡大的話啊，對於移民來說，永遠都是一個減分項。所以這個也是我接下來要說的這個，我認為啊，中年移民的這種問題和困境啊，也是這個西康面臨的種種困境。當然他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和目的，可能和一些正在行動中的這些中年移民想法是不一樣的啊。到時候咱們再說。首先第一點就是年齡大啊，這個中年移民面臨的這個問題，第一個最重要的問題啊，減分項就是年齡大。那麼其他國家我不是特別了解，我之前去了解的是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這種就是移民政策吧。普遍有一個比較相同的點，就是說他們需要比較年輕的這種，說白了就是年輕牛馬，不需要你是什麼大學博士啊，或者是什麼特別高精尖。可能澳大利亞不是那麼需要啊，加拿大我沒有澳大利亞那麼了解。可能你這個學歷越高，這個可能在移民問題上就是沒有這些18、19歲啊，高中剛畢業啊，可能人家去澳大利亞念一個什麼那種職業培訓 TAFE 或者一些什麼 college 或者讀一些什麼 VET 啊，不屬於高等教育文憑的這種職業培訓，可能一畢業就能找到工作，就能找到雇主，然後進而就拿到 PR 再去移民啊，成為公民。可能他們會更傾向於要這種存在着無限未來可能的年輕人啊，這個我相信每一個國家其實最開始的考量都是這樣，只不過我覺得澳大利亞是屬於那種最缺工的那種啊，甚至是那個加拿大，但是加拿大現在什麼情況也不是很了解啊。所以一是年齡大的話，你在移民官眼裡，你這個優勢就沒有人家這些孩子們有優勢，甚至就是說你能拿到一些TRA 的這種職業評估啊，或者拿到這些澳洲的職業認證，你可以把你的這個資料丟在一些偏遠地區，像什麼那個 SA 南澳是吧？還有一些，反正澳大利亞除了那幾個地方，除了墨爾本、悉尼還有布里斯班是吧？可能我會說錯啊，除了有限的幾個3-4個城市以外，幾乎都叫偏遠地區。首都堪培拉好像都叫偏遠地區。你可以把你的資料丟在這個偏遠地區的人才池裡啊，然後供當地的這些雇主啊，或者是需要你這個工作的人去挑選。一旦挑選中，那可能就給你發了這個工簽。你來了之後，感覺幹着還不錯，人家如果有資質的話，給你開出一個雇主擔保，你就可以走向這個移民的這個直通車了，對吧？一步一步來。但是如果說你面臨的這種競爭者是一些年齡更年輕，有
有可能可塑性啊，各方面啊，能力也不是很差，对吧？你这个时候你可能你的这个移民的这个打分的这个分数就会下降，在这个移民官这个眼睛里，对吧？你可能就没有什么竞争优勢嘛，咱們說白了。第二呢，就是說有家庭，你拖家帶口的這種和這種大學生剛畢業年輕，就是這個好處啊，他沒有什麼顧慮，也不需要想，哎，孩子在這上學怎麼辦呢？老婆在這兒走什麼工作呀？怎麼去顧及到一大家子的這個開銷和成本啊？這個顧慮還是非常多的啊。所以說你一旦有家庭，你需要做的這個計劃可能就不是你根據你個人再去做這個計劃了，你對孩子啊，你對伴侶啊，甚至對整個家庭的未來，以及對以後老人你的父母這種顧慮和需要考慮的問題都是非常非常多，是幾何型的這種成倍增加的啊，對比這個年輕人。所以這個有家庭啊，雖然說這個年齡它是應該有家庭的，但是沒辦法嘛啊，這個就是你的一個需要你擔心的這麼一個項目。第三個就是也是我認為比前面那兩個更嚴重的或者更重要的一個點，就是這個資金的出海。如果說你人到了這兒啊，你作為一個中年人，你可能有一定的原始積累，但是你的原始積累如果拿不出來的話啊，咱們也知道近些年的這個中國對於資金出海的這種管控是異常的嚴格的啊，動不動在海外的人就會把你的卡給封住啊，讓你你回來吧，回來咱們到櫃檯把你的卡解開啊，遠程是不可以的。最近我的一個鄰居，一個北京的一個阿姨，她就是是經濟情況還不錯，就是自己過來養老，這兩天就要飛回北京去解凍自己的銀行卡啊，這個最近好多啊，好多，咱們就不提什麼所謂地方這些釣魚執法，說你的銀行卡賒詐呀，怎麼樣的，然後就把你的銀行卡就凍住了啊，這個我身邊也發生過啊，也不止一起。所以說現在對於資金出海的這種管控，怎麼說呢？你就只能聽天由命了啊！你能找到這個好方法，那你就還有這個機會。如果你要是真這個錢你搞不出來，你人到了錢沒出來啊，那你要是能做到視金錢如糞土啊，你大不了從頭再來啊。你要能做到這一點也可以啊，要不然你就應該及早的去考慮你的這個資金安全和資金出海的問題。再一個就是說老人。家裡的老人的意見啊，這個有的時候也會成為一個中年人家庭就是做決策的時候一個特別特別重要的一個問題啊。你像我這種天生反骨的人，就是老人給我提過意見，我來泰國的時候他們就不同意啊。當然就是我還是有自己的很獨立的想法的吧。這個用我們玄學圈的這個來說，就是看你的八字吧啊，你的八字如果說就是一個沒什麼主見，也不敢向上去做反抗的這種人，那可能你準備了一大圈，老人一說不行，你又打消了這個念頭。再就是面臨着這種事業環境的轉換啊，當然這個也是剛才我也說了，你到國外你要面臨着，就像我們一樣，我現在就是面臨着這個職業的這種環境的轉換嘛啊，所以這個陣痛是每個人幾乎都要面對的啊，這個沒啥好說的。再就是所有人在這種對未來的環境中啊，就是不太確定的因素，對這些因素都會感到一種未知的恐懼。我覺得這個也是合理也正常啊。當然有些人像我啊，我是屬於對未來對未知事物抱有的是一種新鮮感、好奇感要大於恐懼感這麼一種人。所以我是能做出上大學輟學，然後去學音樂，學完音樂再去北京，再去混所謂的音樂圈，然後後來毅然決然的放棄這個北京的一切啊，你的圈子，你的所有東西，來到清邁，這也是因人而異吧。我覺得不能說這個就是好事啊，也不能說您的保守就是壞事啊，這個都是不一定的，看站在什麼樣的角度。那麼就回到這個對西康移民，或者是他一直在講移民這個事兒啊，其實最早我也是西康的觀眾啊，我一直在看，那個時候他還在芭提雅呢。怎麼說呢？我第一個感官啊，就是說他可能會屬於那種對未知事物是特別保守，而且甚至會有恐懼感的那些人。因為他畢竟還有家庭，對吧？有好多需要照顧，而且我總覺得啊，就是四川人、成都人，特別是成都人啊，就是很舒服嘛。首先這個城市你的生活、吃啊、玩啊什麼都非常舒服。如果沒有什麼大的變動，我覺得一個四川人是不太願意離開自己的故鄉的啊，不像說我們東北人，因為東北的這個環境啊，從政策到自然環境到這個經商環境、
種種環境都是非常嚴苛的啊。所以说，我們为了自己的未来，的確會是首選到這個外面去試一試，去外面去打拼一下。所以說，對於他來說，我覺得首先可能他如果覺得外面沒有家裡那麼舒服，他就會覺得，哎呀，是不是我這個也可以試一試，嘗試一下在家裡躺平啊，對不對？首先這是第一個啊，二是就是說，年齡確實也是一個問題，而且現在對於這種投資移民，各國也是非常收緊，再不就是提高了一些行業限制或者是一些資金方面的一些要求啊，提高這些要求了。就像那個日本的那個經營管理簽啊，一下提高了多少倍啊？好多倍，3000萬日元是吧？所以好多這種最近去辦理這個經營管理簽呢，就改变了自己的這種計劃。那麼西康呢？如果說以我現在的這個角度來看，我不理解的這個點主要有2點，一是呢，你在國內不斷的去說這些事兒，抱怨這些事兒，首先證明你是對大環境有一個相對來講比很多中國人都深刻的了解的，你能看到一些本質，你也知道，如果一個人他想對家庭負責，對孩子負責，甚至是對自己的未来負責，你應該走出去，對吧？尋找一個好的環境，所謂就是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嘛，良禽擇木而棲嘛，對不對？這個道理我覺得他肯定懂。另外就是對孩子而言啊，就是孩子在這個青春期之前，他接受的這種教育以及對環境給他的這種影響啊，他的反饋啊，我覺得這個是形成一個人價值觀以及未來人生觀的一個重要的一個階段，所以對於孩子來講，肯定是越早出去越好。你越早出去，你就能越早形成跟外面的這種價值觀相匹配的這種個人的這種價值取向啊，你就更容易去融入這個外面的世界。你帶他出去，不就是為了讓他融入外面的世界嗎？我不理解的其中之一就是說，如果單從孩子這方面考慮，也不應該讓他留在國內這麼長時間啊，到現在還不送出去，更別提就是這個食品安全的問題了。這個還用說嗎？這不用說了吧？你自己吃毒藥就完事了唄。你還帶着孩子一起吃，這個我也是不太能夠理解的。第二個就是說，我也是覺得他不太想走了，已经就是為什麼冒着風險在國內還是在評論這一些時政啊、時事啊，說一些這種咱們覺得是真話的這種觀點啊。其實我覺得也是在換一種形式躺平啊，可能是有一些僥倖心理，覺得我說到這個程度，以我對這種火候和尺度的把控和拿捏，我應該不會有問題啊，對吧？我拿的都是國內這些新聞媒體都可以拿來報道的事情啊，而且我又不反黨反社會，我只是說一些社會的這個現象，對吧？但是他就是忽略了這一點嘛，就是你總說實話，那也是很讓人討厭的，讓那些人討厭的啊。你久而久之，你像崔永元也不反黨反社會啊，對不對？那不也是該被拿捏也得被拿捏嘛，對不对？還得歌頌兩句我黨呢，對不對？那不照樣也得是邊控你拿捏你嘛，啊，所以我覺得這方面可能就是僥倖心理還是太多了啊，所以在這個西康移民的這個話題中呢，我覺得這個東西就是一個頻道的一個經營的這麼一個策略啊。我個人感覺啊，首先我對他的人什麼的沒有什麼人身攻擊啊，不存在。就是你經營頻道，你有你的這個方式方法，這個都能理解。只不過就是可能在觀看的人心裡會覺得，哎呀，就是有一些矛盾存在，這個可能就引起我們的一些思考吧，可以講。這期本來我還說了一些我個人的這些就是打算啊，還打算說這個的，但是可能只能說一半了啊。這個就是說一下這個中年移民啊面臨的一些問題，可能拿西康舉個例子，也拿我那個朋友舉個例子啊。那今天我就先聊一個上集，好吧？然後剩下的我寫了一個大綱啊，到時候我再聊一個下集，好不好？那我們就下期再見，